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魔玩小邹。那么也是想了比较久的时间，那么今天打算给大家开箱蜘蛛侠 No Way Home 的这样几款玩具。然后呢，奇异博士可能之后会再进行一期单独的开箱。然后今天的主角呢，也就是我们从左手开始数的3只蜘蛛侠，就3株同框的这样一个情况吧。然后，那我们也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3盒的合绘吧。那么，首先，超凡蜘蛛侠和第一版的托比蜘蛛侠，这2款我买的是普通版，唯独是荷兰弟的现在的最新的那个蜘蛛侠呢，我买的是豪华版。豪华版会附赠多的一个地台，待会也会给大家所展现。那么，我们就先从豪华版开始看起吧。首先，我们来看到正面的锋绘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标志性的一个奇异博士的圆环。然后大家也知道，这部电影的所有角色几乎都是这样，除了他好像并不是出自于这个电影，他反而说是 2.0， 有一点奇怪啊。他要是出这样一套，如果一套这样3个锋绘，那会非常好看。好，我们来看到侧面，不用说 Spider-Man。然后背后也是一些介绍什么的，不多说。然后这是有一个浮雕的设计，紧接着来看到这也不用说是一样的。紧接着我们来看到托比马奎尔版的蜘蛛侠，然后它的封面设计语言其实和这个是差不多的。然后看到正面的设计也是差不多的，一个这个样子。然后可以看到各种反派的一些细节在里面。然后看到侧面 ，OK。背面同样的也是同样的设计语言，这2款是差不多的，包括刚刚的奇异博士。但是这款呢，它虽然和这2款发货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但是似乎他们并不想要把它归类到于 No Way Home 这一款电影里，而是单独的做一款超凡蜘蛛侠，有点奇怪。但是按照时间来说的话，其实这3款应该是同一个电影出来的产品。OK，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将它们开箱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但由于呢这3盒东西配件有点过于多，我会比较精炼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些玩具的素质啊以及可动，好吧？好。而后我们拉开了外面的锋绘的套子，然后也可以都通过这些开窗看到这些蜘蛛侠们的本体以及各种配件，各种手型那就忽略不计，不用多说了。然后当然这几款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头雕，这个头雕这里是2颗豪华版限定的头雕。然后呢，蜘蛛侠各种配件比较特殊的，可能是荷兰弟这一方面是有钢珠爪以及它的滑翔翼，虽然在店里没有体现滑翔翼啊，但是它还是做了。然后，那我们把它们拆开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OK， 那么拆开来后，这样大概的3个素体大家也都已经看到了，然后这样的身材比例也是比较还原电影中的设置。然后首先加菲比较高，其次是荷兰弟和托比版的是差不多的身高。然后我们就先从托比版开始看起吧，毕竟它的起源时间最早。然后首先来看到它的头部啊，这样一个蛛丝的缝线还是不错的，但这有一条比较明显的缝合线，我有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中奖啊，这是不是应该也有一根蛛丝将它们连起来？来看到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头的这样一个接缝线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头雕的替换方式，是直接将它拔下，而后插上真人头雕。我们这次也来看到真人头雕。这样一个替换方式呢，只在于让这个玩偶更加真实吧，因为正常的蜘蛛侠可能它的替换方式是直接拔这个大头，然后这样脖子就露不出来，可能会有一点穿帮。然后呢，这样替换上之后，戴面具、戴头套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看。但是如果只是平时用真人头雕进行展示的话，这样的效果反而会比较好。给大家打个光看一下，非常不错。那我们现在也来看到它的身体吧。
这个蜘蛛标非常经典，印刷的非常好，是光面的，也是塑胶。然后来看到它身上的这个材质是布衣的，非常不错，不太会影响可动。然后它胳肢窝这边其实是有一点影响可动啊，它这边其实是塑胶的，而且我感觉如果长时间把玩，它会比较容易变形啊。包括像下面这样腿部关节这样，3只蜘蛛侠都是一个橡胶的一个设计。然后如果你长时间的弯曲啊，这种肯定衣服上会有褶皱，所以我感觉这种蜘蛛侠还是比较适合战狮。可以看到它后面的这样一个头，其实是有点螃蟹手在了，最多也只能到这儿了，因为它被这里的一个素体加厚给挡住了。OK， 那么托比的可动差不多就是托比的这个素质差不多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帕米洛2的加菲，同样的加菲的替换就和托比是一样的。但是呢，加菲的不太明显，没有托比明显。然后也是同样的，它这边的眼睛是这样的一个镂空设计。然后可以看到它是有蛛丝发射器的，和其他2个也是不一样。然后看到它胸口的非常经典的超凡标志。同样的背后这样一个蜘蛛侠的标志。然后衣服的材质也和刚刚一样。红色部分用的是布衣，深蓝部分使用的是皮质的材料。你看，这样我平常会给它做一些动作，已经有一些胶痕在了，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人物。然后脚底 ，OK， 然后我们来换上真人头雕看一下吧。这次的加菲头雕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跟上一代比是进步了非常多，虽然是没有运用到可动眼的设计啊，但是为了3重同框，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头雕的象征度以及细节也是都是在线的。然后刚刚是不是托比忘记讲他的头雕了？叫他站好，因为我没有放地台啊。待会儿介绍的话，我一般也是会将荷兰弟的地台进行一个详细介绍，其他2个地台就不进行详细介绍了。我们来看到托比的头雕，将他的一种沧桑啊全都做了出来，年纪毕竟也是大上去了，可以看到他这有些胡须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还非常不错的。跟当年我小时候看他电影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有点比较年纪大了之后的沧桑感在他身上体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非常不错。紧接着我们来看到拥有2个头雕的荷兰弟蜘蛛侠融合战衣，因为新红蓝战衣我是没有抢到啊，然后现在2手市场也会比较贵，所以先拿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可以看到它就和其他2个的替换方式是不太一样了，它还是沿用了老旧蜘蛛侠的版本的头的替换方式。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蜘蛛标就和这样2个不一样了，大家看过电影也知道，这是钢铁蜘蛛侠的一部分，然后吸附上去。然后就是被大家所吐槽装备钢爪的这个隐藏剑是可以拿下拿上的，但是这样会比较影响美观。然后好像在最近的准备预售的一款钢铁蜘蛛侠，它也是把这个好像给优化了。同样的红色部分是布料，这进行了一些肌肉填充啊。然后黑色的部分和金色的部分都是橡胶材质。然后是这样，脚底是这样。我们来看到它的头雕吧。首先是一颗普通版也拥有的头雕，将它换上后是这样一个状态。打个光看一下，这个头雕象征度是在的，但是呢，我感觉做的有点太油了，它身上少了很多这种细节的感觉，相比上2个头雕，也有可能是因为荷兰弟比较年轻吧，他身上没有这么多皱纹的刻画，也是可以理解。但至少我能看得出他是荷兰弟，这点就还可以吧。然后看到他的头发也是胶发，和刚刚的2个一样，也没什么可说的。那紧接着我们来换一个头雕看一下，是豪华版才拥有的半头，
半面罩头雕。那这个头雕，其实我感觉，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出上下材质不一样，有色差，这点就是非常致命的了。如果它上面可以换成也是布包围包裹，那我感觉非常完美的一个头雕啊，战斗时将那个面罩给掀上去，那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下面的面雕和刚刚那也是完全一样，它只是把上半部分进行一个改变。好，继续给它换回原来的头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些蜘蛛侠的可动吧。那么首先我们还是从荷兰弟开始讲一下它的可动。手臂上抬，如果不考虑战衣的褶皱，就完全是可以抬到这样一个角度。然后来看到它的腰部可动，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啊。Hot Toys 的人偶就和 Marvel Legends 的不太一样了，它在可动上可能是有可动，但很多人舍不得掰它，因为它定价又这么高，衣服又不怎么耐掰，对吧？就像包胶手臂一样，这种全身的素体，这种肯定会留下痕迹啊，掰一下就有了。咱们看到手肘，最多是可以掰到这里，同样的前抬到这儿，后拉到这儿 ，OK， 上半身是这样，然后头部可动，上下没有问题，左右没有问题，都是一个正常的可动范围。然后来看到前踢，那受战衣的影响，前踢其实只能到这儿，然后侧抬，然后也是受战衣影响了，因为它这样拉的这样情况都差不多。OK， 然后它的脚步也是有单独可动的，然后搭配上地台，还是可以做出比较炫酷的动作。OK， 我们将它放稳。OK， 然后我们来看到托比蜘蛛侠。那其实这3款蜘蛛侠的可动都是差不多啊，因为他们在同样的部位运用了同样的材质，这导致他们的素体可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一个存在。你看，它也是可以放到这儿，然后来看一下刚刚的前踢，同样的是被这里给限制，然后下裆也是被这里给限制。那除了它的外观不一样，其实可动都差不多。然后呢，我相信啊，如果都是买了这3款的朋友们，基本上也是为了冲这个3重同框的这样一个画面而去的。我个人也是，如果不是为了3重同框，其实我可能不会把它们买齐，尤其是荷兰弟这一款，可能会再等一等，等到红蓝战衣出货或者预售才会去买它。然后大家也是等不及了，在电影中马上要凑齐这样一个3重的画面，是非常让人激动的。我当时也非常激动，特地在家里买了 DVD 看了好多遍。然后加菲的我也不说它的可动了，它的可动是和它们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素体会比较瘦一点，可动上还是有一点细微的变化，它的可动会比它们好一点点，因为它的素体和它们的是几乎有点不一样，它的肌肉填充会比较少一些，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OK， 可动说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豪华版那个荷兰弟的一个地台吧。OK， 那么我们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豪华版荷兰弟融合战衣的一个豪华地台，然后可以看到它是将所有反派的元素都融入了地台之中吧。可以看到杀人的沙子、绿魔的一个炸弹，然后各种各样都有，然后还是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章鱼博士的触手，也是给了2对。然后我们来将它装上，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吧。然后装上之后，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感觉。然后我可能掰的不太好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章鱼博士的2根触手都是软管，然后它的可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将它拆下来后，这个的可动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比如可以抓住蜘蛛侠这种。然后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后部是有一个插槽，再将另外一根支架，就支撑蜘蛛侠的支架放入，然后这样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感觉吧。然后将它放上之后，也会有一种雕像的感觉。
OK， 那么总的来说呢，这3款 Hot Toys 的蜘蛛侠给人一种一定要集齐的感觉，尤其是你买了1只之后，你可能就会买第2、第3只，让他们凑齐这样一个名场面。然后呢，这款玩具其实和最近出的金刚狼死侍玩具是一样，带有很重的情怀色彩在里面的。然后也是一个比较粉丝向的玩具吧。然后如果各位只是对其中的1位、2位比较喜欢，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出版的托比啊，比如2代的加菲，或者只是喜欢3代的荷兰弟，那么就会有不同的购买意见。那首先对于托比来说，它是时隔这么多年的再一次再版，还是也不是再版吧，因为头雕是新规的，身体也是新规的，那其实就是新作，旧东西新作。那么如果是起托比的粉丝，我建议呢是购买这一支的，然后再加上托比其实也是出了一个毒液版本，年轻时候的自己，然后将他们的头雕进行一些互换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玩法。然后对于比较喜欢加菲的来说呢，其实这款的购买意义我感觉并不是非常大，它的升级配件量完全没有上一次的多，然后呢和这次的电影配件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关联，可以这么说，只是头雕上有一个升级，然后素体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升级。而后如果是喜欢荷兰弟的话，其实我比较推荐纯粹的，比如说红黑战衣，那个价格性价比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再比如说现在你如果求质量、求头雕的象征度，我比较推荐的是新红蓝战衣的新头雕，或者是之后要出的新的钢铁蜘蛛侠的这样一个头雕。然后如果还没入的同学们呢，就可以先参考一下我这段话。当然了，在电影里面他们3重同框都是穿着这样一个战衣的来说的话，电影党和必须要非常喜欢3重同框这个画面的这样一些朋友们，我感觉这3款还是必入的一个玩具。好，谢谢大家，这里是魔玩小邹。